濒死的蜜獾突然满血复活，活蹦乱跳，没事人一样洗刷着穿山甲成户。这一变化气得三门大小姐杨虎咬牙切齿且羞耻不已。她刚才都夸下海口说了胜利宣言了，但不管怎么说，穿山甲都是无敌的。蜜獾的利爪依旧没能在她坚硬的盔甲上造成任何伤害，两人相撞的恐怖拳风震耳欲聋。倒霉的摄像组被两人的战斗波及，蜜獾一脚踹倒照明灯，冲向陈户，但看着大灯倒上树林，陈户突然一转身，无视蜜獾挡开了大灯。原来这地方有一片花丛，蜜獾不解陈户怎么突然终止了战斗，跳过来询问时差点踩上了花丛，被陈户一尾巴甩飞出去，紧接着不断朝蜜獾发起攻击。蜜獾的躲避看似狼狈毫无理由，却每次都恰好避开了致命伤。观战的猎豹其实没对蜜獾抱有太多期望，通过老虎的战斗，他算是看明白了，不管是防御力还是攻击力，陈户都有着压倒性的优势，技巧上再怎么厉害都无法弥补力量上的差距。陈户的爪子如同锋利的刀刃朝着蜜獾刺去，然而蜜獾却一个俯身，正好完美避开了陈户的攻击，甚至表示他是遇到的对手中最好对付的。蜜獾的利爪对着陈户毫无防备的前胸狠狠抓下，没有鳞片保护的地方瞬间皮开肉绽。有时蜜獾挑衅的大型食肉动物体型是它的10倍，这已经不属于靠战术就能解决的范围了。但是向强大的敌人挑衅，没有胜算的战斗才是蜜獾发挥本领的时候。蜜獾一鼓作气扑向陈户，却不想陈户直接缩回了完全防御形态，可怕的尾巴朝着蜜獾拍下，老虎就是拜倒在陈户这招上。猎豹赶紧提醒蜜獾小心，然而蜜獾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飞起一脚就把缩成球的陈户踹了出去。陈户庞大的体型将周围的大树拦腰撞断，自己居然亲手毁坏了保护的自然，陈户这下彻底崩溃了。小时候妈妈送给了他一盆小雏菊，他当做妈妈好好养育，但是小雏菊就被酒鬼父亲无情的踢碎了，骂他妈妈不过是个妓女，早就勾搭上别的男人跑了。父亲不断的践踏着他的妈妈，陈户怒从心头起，抄起球棒朝着父亲狠狠砸下，他不允许任何人伤害他的妈妈。蜜獾甚至都没反应过来，他的左臂就已经被切断了。愤怒的陈户变成了更恐怖的形态，失去左臂的剧痛让蜜獾痛到满地打滚，但面对渐渐逼近的陈户，他还是顶着能让人丧失战意的疼痛站了起来。但此时的陈户和之前明显不同，如同浑身插满了刀刃一样恐怖，而且对于重视的自然毫不在意，只知道一味的发起攻击。蜜獾一个不慎就被锋利的尾巴砸中，陈户如同风雷一样不断捶打着蜜獾，恐怖的尾尖更是直直插入了他的后背。而就在陈户即将打算将蜜獾彻底解决时，失去意识的蜜獾却突然暴起，抄起自己已经断掉的手臂，直直插进了陈户的头上，然后高高跃起，露出微笑，一爪子捅进了陈户的嘴里，搅碎了他的整个脑子。无敌的蜜獾也有被敌人杀死的时候，但即使手脚被切断，腹部被抛开，蜜獾也毫不畏惧，甚至更加凶暴，在迎来死亡之前会激烈的反抗到底，这才是颠覆自然界常识的蜜獾的最大武器，视死如归的钢铁意志。陈户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，蜜獾发出胜利的呐喊，原来被击中都在蜜獾的算计之中，为的就是拿到断臂攻击陈户的死角。蜜獾居然打败了无敌的穿山甲，观战的群众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好声。杨虎崩溃了，他居然输给了野本这种渣渣。就在此时，情况突变，重伤的蜜獾突然倒地，而已经被击穿了整个头骨的陈户居然又再度站了起来。然而没等杨虎高兴太久，一直观战的猎豹一记爪击割开了陈户的咽喉，这下陈户算是死得透透的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谁能想到最后杀死穿山甲的居然是猎豹？在场除了他，已经没有能动弹的人了。按理说最后的胜利非他莫属，但就在这时，磕到脑袋晕过去的兔子突然醒了。猎豹对付兔子当然是绰绰有余，兔子吓得转身就跑，然而他的速度怎么可能跟得上猎豹？然而就在兔子以为今天非死不可的时候，突然脚下一滑，一招空翻，狠狠踢中了猎豹的下巴，而猎豹就居然这样被他踢晕了。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兽鱼煞最后的胜利者居然是兔子，最终赢家居然是背水一战的石田财阀。即使石田财阀获得了最后的胜利，三门会长也仍旧没把石田放在眼里。三门是日本最强大的财阀，没有之一，即使输了也不会把兽化法让给别人。石田会长突然一改之前唯唯诺诺的态度，公然和三门叫板起来。巴林会长也站起来支持石田，剿共戳穿了两人的阴谋。这次的兽御煞，管理局让巴林和石田暗中勾结，让巨石朝向他们有利的方向，而作为条件，祠堂利用这次比赛作为试验场，测试他的棋子。巴林当然不会承认胜者为王，石田财团获得胜利就是铁证。而就在此时，会场却突然断电了，而就在岛上的摄影小队全部死亡，一群变色龙隐藏在树林中，打算将参加兽御煞的兽人全部杀死，这样兽御煞就是一场没有胜者的无效比赛。兔子暂时给蜜獾包扎好了伤口，突然一根无形的舌头从天而降，还好兔子耳朵敏锐躲过了一击，然而变色龙10
时速90千米的蛇弹射出仅需0.01秒，是动物界最快的投射物。兔子很快就被击中五花大绑，而就在他们打算将兔子杀死的时候，失去意识的蜜獾突然清醒过来。然而濒死状态的他已经无力战斗了，飞速解决2只变色龙之后再次昏厥。还好主持人小琪及时赶到，漂亮姐姐踩着高跟鞋踹死了剩下2只变色龙。刚才发生的一切，除了管理局，其他人都是不知道的。在场的兽人虽有负伤，但都性命无忧。大家忙着听兔子的胜利感言。祠堂找上4位财阀老总挑明此事。变色龙隶属于剿共集团，明显是剿共为了杀死幸存的兽斗士，将刺客派到了岛上，想要趁乱让兽域煞的协定作废。剿共会长也坦坦荡荡承认了自己的违规，他绝对不会认可祠堂的行为。然而他身后的绞蜥还没来得及行动，剿共会长就已经被一爪抓碎了脑袋。狮子恐怖的威压吓得绞蜥动弹不得。三门会长刚表示剿共死得好，祠堂转头就将矛头对准了他。三门财阀利用牙斗多年来独占日本经济命脉，兽化技术本该提高完成度，好向社会开放，让更多的人享受兽化技术带来的好处。当初祠堂带着兽化技术找到三门会长，却没想到三门为了一己私欲而独占兽化技术。三门会长毫无惧色，仗着自己财阀的强大实力想要独占一切，却没想到刚刚站起，锋利的爪子就贯穿了他的胸膛。谁能想到狮子居然叛变了？剩下的巴林和石田早已和祠堂合作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世界财阀都回归正轨，让全世界都享受兽化技术的福果。输掉了比赛的杨虎正计划着和爷爷道歉，却没想到一推门却看见了自己爷爷的尸体。祠堂睁眼说瞎话，表示三门会长死于心脏病突发。杨虎彻底崩溃了，发誓一定要让祠堂完蛋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三门会长的死是管理局联合其他财阀的阴谋，就连狮子也都叛变了。他早就不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大小姐，而是像他曾经对待兽人那样，成为了被随意丢弃的妻子，甚至要自负于狮子身下才能保命。兽御差最终由兔子和石田财阀的胜利圆满落幕。2周后，兽化法案通过，野本回归了往日的平常大学生活，但他却觉得怅然若失。自兽御煞之后，他就再也联系不上蜜獾，就像之前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一样。但手里的3亿日元报酬却告诉他，这一切不是梦。回想起和蜜獾一起度过的时光，野本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而就在此时，蜜獾突然发来消息，让他去那个地方。于是野本来到了2人第一次见面的垃圾场，而蜜獾确实在这里等着他。断掉的手臂已经接回去了，身体也没事了。2个人面面相觑，野本突然认真的和蜜獾道谢。虽然在兽御煞里制定了他只听从蜜獾指挥的战术，但他却私自选择了行动。那是他出生第一次以自己的意志决定战斗的瞬间，而那时他也真正明白了獠牙更锋利者获胜这句话的真正意义。决定胜负的是不逃避做出决定的精神力量，也就是说，獠牙指的是战斗的理智。蜜獾跳起来，红着脸问野本是不是在和他告白，但其实野本也不知道他对蜜獾的感情到底是什么。蜜獾同样感激野本，到最后都紧紧跟随他，然后一爪子杀死了野本。祠堂命令他要杀了野本，因为之后不管对祠堂还是对他，野本的存在都是威胁。蜜獾完成回到车上，野本从偶然和蜜獾相遇开始，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。蜜獾偷偷流下了眼泪，和野本一起度过的时光他永远不会忘记。不久之后，东京湾的人工岛上出现了一处实施兽化法规定的兽人特区，这里也是世界级兽人格斗大赛兽御差的举办地。兽人们相继奔赴兽人特区中心的竞技体育场，兽御差即将开始，獠牙更锋利者获胜，这就是牙斗。